第4章属灵福星。大4的时候，有一个助教问我神是谁，我以为他是慕道友，顿时生出斗志，希望以自己有限的圣经知识来帮助他成为基督徒。我说了10来分钟就没话说了。助教笑着说，你还不像一个基督徒，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学习吧。原来助教是在试一试我的属灵程度，希望能进一步帮助我成长。在他的邀请下，我加入了 YBA 青年重生团契，开始认真学习，每天读经、祷告、思索神的教导。最初让我困惑的是神的创造，还有童女生子、死人复活。我这个学科学的实在无法相信这些神迹。后来我读到一本书，里面谈到神迹时说，也许现在你无法接受这些，没关系，只要记住，如果有神，这些神迹可能发生；如果没有神，这些的确不可能，因为现有的知识、经验解释不了。我把这些疑问先放在一边，继续读圣经。随着对圣经理解的深入，我越来越感到这是来自神的信息，也祷告求神指引我前面的路。1984年，我受洗归到主的名下。1985年是我信仰生活的一个里程碑。那年的1月份，我参加了 YBA 的冬季退休会，讲员和我同名。金牧师教导我们说，如果你是真正跟随神的基督徒，你每天至少要有10个祷告项目，你碰到的每个人都是你的祷告对象。我开始思考自己该为什么祷告呢？第一，我想去美国读博士。第二，我和女友交往3年多了，希望能够步入婚姻。一开始凑齐10个祷告项目还挺不容易的，但是渐渐的，神把家人、同学、同事的需要放在我心里。因为 YBA 鼓励我们在教会服侍，那一年我也开始在教会教主日学，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进入我的祷告名单，后来就远远不止10个祷告项目了。谈到教主日学，完全是神的安排。一个主日的早晨，我祷告求神带我去一个合他心意的教会，然后就四处走走看看。不久呢，我碰到一对夫妇，我看他们手里拿着圣经，就过去问，这附近有教会吗？他们说有啊，跟我们走吧。我就跟着去了。那个教会仅仅15个人左右，由一个年轻的牧师带领，几乎就是一个家庭教会。他们很高兴地欢迎我，一个研究生的加入。参加聚会2个多月后，因为教会缺老师，牧师安排我教3个6年级的孩子。3个月之后，初中生、高中生开始加入。1年之后，我的学生增加到20多个人。我发现这是自己擅长且喜爱的服事。每次给孩子们上课，我要研究教会提供的教材，事先做准备，学到很多东西。和孩子们的互动也很有帮助，真正的教学相长，教的听的都蒙造就。今天回头来看，我已经教圣经教了整整40年，真是感谢神。1985年夏天，我又参加 YBA 的夏季退休会。这次我立定心志，全然顺服。营会要求早上5点起床晨祷，我就早早的起床祷告。要求参加每一个讲座，我就参加。要求我们参与一项服事，我就殷勤去做。这个操练对我很有帮助。那时我开始考虑婚姻大事，并认真地为此祷告。一段时间后，我感觉神在问我，关于结婚的事，如果我说 no， 你还愿意跟随我吗？我回应神说，我很爱他，也想和他结婚。神啊，请不要在这件事上说 no， 好吗？接下来几天，神一直问这个问题。
我也认识到自己的回答和全然顺服是矛盾的。最终我放下自己的坚持，难过地对神说，谈及婚姻，我需要去征求女友父亲的同意，如果他说 no， 我就把这个当作是你的旨意，我就停止，不再继续。去女友家那天，我早早地过去，她家附近有个教会，我进去坐了一会儿，再次祷告。拜见了女友的父母之后，我提出结婚的请求，父母没有明确的回答，但是也没有拒绝。后来才知道，女友的父母觉得女儿年龄小，谈及婚嫁太早了，但他们看到我的腿有问题，担心如果拒绝的话，会让我认为他们是嫌弃自己有病，会伤害到我，所以就没有表态。多年以后，岳母对太太说，当初如果不是因为我有小儿麻痹，他们一定会拒绝结婚的请求。感谢神，让岳父岳母有如此体贴的心，因着我的病痛，反而成就了我们的婚姻。1985年11月，我们在家人、教会的祝福中结婚了。第2年，儿子出生。儿子出生后2天，医生打电话告诉我，怀疑儿子的腿有问题。我非常难受，心里很挣扎。一方面，我想向神抱怨，我有小儿麻痹还不够吗？为什么儿子的腿也要出问题？儿子一生将经历多少痛苦啊！发生在父子2代人身上，太不公平了吧？但另一方面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从自己的经历又相信，神是保守祝福我们的，神从来不存降灾祸的意念给他的儿女。那段时间，我骑车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，照顾太太。记得第3天下着雨，我骑着车，脸上雨水、泪水交织在一起。我终于不再挣扎，立定心志，对神说，我愿意相信你的安排是最好的，即使儿子和我都有残疾，我仍然相信你，接受这一切，但求你帮助我们面对接下来的日子。1年之后才确诊，儿子的腿非常正常，没有任何问题。